OK，so 我们讲完了左边，我们讲完了中间，OK，右边刚刚我们有讲了这个 list，这样现在呢，我们去到上方，OK，上面的话呢，你的话我相信你不会看到这样多东西啦，OK，你不会看到这样多东西在上面，OK，上面这个呢，我们叫什么时间级别啊？时间级别，不同的时间级别，OK，叫 time frame。OK，time frame 的话呢，你打下来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时间。为什么我的会这样多，你的没有那么多？因为一样，我的是 premium，所以呢，在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配套比较高的配套，我们是可以 customize 时间级别的。OK，你们的话应该就那几个而已。那比方说，我先关掉。如果假设今天你是有选择这个比较高的配套，OK，你要怎样子去添加不同的时间级别？很简单，我把3分钟等一下，我把7分钟洗掉，假设。OK， 不见了。OK， 你去到最上方这个 Add Custom Interval。OK， 好像比方说我刚刚要我要添加7分钟，这样你就按7，然后这里选择 Minutes Add，OK， 是不是就出来了？然后你这里也可以 Start， 然后你也可以不要 Start，OK 的，没有问题。OK， 所以就是这样简单。好，我们下一个。OK， 下面这个的话呢，就像我讲的，就是图表的形态啊。如果你要换成线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但是现在没有人用线，都是用蜡烛图 Candlestick。OK， 好，再来接下去这个，这个的话也是很重要。这个的话呢，我们叫做指标indicator 所以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技术型指标。OK， 这样你要去添加任何指标都在这里添加。比方说我刚刚添加的 RSI，OK，EMA，EMA 的话是这个 Moving Average Exponential，再来的话 MACD 很多人会用 ，OK，MACD 这个。可以吧？所以这一个的话呢，里面也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使用，然后你也可以去打星星，这个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所有的指标策略都可以在这里添加。OK， 然后我们接下去看的话 ，Alert， 这个就是所谓的闹钟，所有的闹钟，好像比方说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假设我把这个东西洗掉，OK， 我想要 set 一个闹钟，就是讲说如果今天它动到了这个地方，它会响。我要他响，我要他通知我，这样我就会回来去看一下去观察一下，对不对？这样你要这样子用闹钟，很简单，你打开它有几个方法。第一，你打开，然后这个是比特币的图嘛，crossing 上上下就是有到的时候它交叉的时候，这里呢很多个嘛，你就选择 value， 比方说我要它到68的时候提醒我，这样我选择了过，对不对？下面这边你就选 once only 就好了，这个就是到了，然后它只响一次。Every time 就是只要 cross 上 cross 下，它就一直响，有点烦，你可以自己去试看看OK， 再来的话，这个不用动。OK，open ended 其他的都不用动。OK， 然后最后一个就比较重要了，你要记得开声音，OK， 好像比方说有些人想要他 send email 给你，这样你就打勾这个就可以了。OK， 如果不要的话就不要，这里要记得打勾咯。然后再来的话 ，OK，play sound 这个也是一定要不然它没有声音的。这里你可以自己去选你要的铃声。然后多少可以吗？所以呢，你就按 Apply Create 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会有一个逗的这样子，这个就是你已经是成功的去创建它了 ，OK， 去 create 它了。这样你要洗掉的话很简单这里就按洗就可以了 ，OK， 你只要按这个就不见掉了。或者你来到右手边这边 Alerts， 你会看到 Active 这里你可以做 Edit 也是可以 ，OK， 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就按 Delete。那它就不见了，可以吗？这样你要怎样子 test 它到底会不会响？很简单 ，OK， 用那种5分钟的图，然后你直接 set 在最靠近这里的它一到的时候，你看一下有没有响就可以，就这样简单。好，接下去下一个功能呢也很重要 ，Bar Replay。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做回测的时候 ，OK， 比方说你随便选一个地方，然后你按 ，OK， 后面的东西全部会不见掉这个它就时间回溯。回溯到你想要做回测的地方，然后呢，这里你就可以按什么？比方说你按 play， 它就会这样子走出来咯 OK， 然后 forward 就是一个一个的一根一根蜡烛的，看到吗 ？OK， 一根一根蜡烛，这样子可以吗？所以如果你还要再往回，你按 select bar， 然后再往回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已经发生过了我们在做回测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功能。如果不要的话，就按打叉 leave， 它就回到现在它就回到现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在倒数，时间倒数。OK， 这里我就补充。好像比方说5分钟、1小时，这里什么意思？简单来讲呢，如果你用5分钟，就是5分钟倒数完，它会形成一支蜡烛。OK， 如果是1个小时的话，它会倒数1个小时完了过后，它会形成一个蜡烛，然后下一个蜡烛就开始走。OK，4个小时就是倒数4个小时，以此类推。OK， 所以就是这样简单。好了，我们再继续走一走。
OK，接下来你会看到的东西是可能一个窗口啊，layout setup。这个的话呢，它就是可能变成两个，可以变成你想要的不同的这个编排。OK，有一个、有两个、三个，有很多个啦。所以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多重时间级别的交易员，他们需要用到的东西。好，剩下的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些普通的设置，比方说你按这个 setting，OK，这里呢是可以去调整你的蜡烛的颜色，OK，可以直接调整你蜡烛的颜色，看到吗？OK，所以还有 time zone 啊，然后还有很多东西，这些你们都可以自己去按一下，去 explore 一下。OK，我个人是没有去进行任何的调整，就直接用现有的就可以了。OK，然后后面的话呢，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很像比方说，假设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时间，OK，我在这边随便画一些图，画一些东西，OK，我随便画的。好，像假设你做了一些记录，这样这些记录你不想要把它洗掉，可是你又觉得很乱，你想要收起来，你可以去哪里？去到你的右手边这个地方，OK，Object Tree，OK，这边呢就是什么？你所放在图表上的东西，看到吗？OK，这样你可以选择什么？你可以把它 lock 起来，就是你不能移动了，看到吗？你移不到的你要 unlock 才可以。OK，眼睛的话就是 hide 起来咯，hide 起来，你没有洗掉，它没有不见，只是说你把它藏起来了这样子，然后线也是一样，线也是一样。OK，这样比方说，如果你要把这4set 东西把它归类为特定的一个东西比方说你的 Plan A， 这样你要这样子做，你 select 了过后，对不对？然后你就按 Create a Group， 好，然后这里你就给它命名，比方说 Plan A。按 OK， 好，然后你可以把它锁死，就以后你不会动到，就不会移到了，然后你就可以给它关起来，对不对？这样就可以给它收着，然后呢，你就接下去就可以画新的东西，然后以后你想要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再把它拿出来 ，OK， 那比方说我先乱画一些东西，OK，然后呢，我想要把它拿出来，那我就开起来，对，就这样就可以了。可以吗？那就可以 unlock。好，所以基本上呢，我把所有我直接浓缩了，就是所有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些功能，在于 Trading View 里面我用了那么多年，都教给你们了。所以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简单。你只需要会刚刚我跟你 mention 过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功能，我有示范给你看的，就是几乎每一天我都在用，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你没有你想象中这样复杂，也不需要去到很像很高级的设定很复杂的操作你才可以去把交易做好，不需要，可以吗？所以呢，如果还不会或者不熟悉的话，多多去使用它 ，OK， 去操作它。那么其实它对你的交易，对你做技术分析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做技术分析，我们要做多做空，我们要参考什么？我们就是参考这个所谓的图表。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图表你不会用这个工具，你完全不熟悉的话，那机会来了你也抓不住。好不好？所以呢，一定要跟他成为好朋友。然后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关系到图表的话呢，我以后也会通过更多视频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呢，帮我点赞订阅，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